杀了一只大鹅，以此来诓骗父亲，按下2个鲜红的手指印，这祖宅和耕地就到了手。儿媳妇见事已经办好，便暴露了本性，一个劲儿往男人碗里添菜，恨不得他吃个精光。还那么早呀？时间吃了吗？不许上。等老刘农忙完回家，家里已经没了烟火气，儿子玩着电脑，连头也没回。是中饭。啊，我们吃完了，老刘没有责怪，自顾自地走向了厨房，可是掀开锅盖，里面却是空空如也。他没有埋怨，也没有质问，反而喝一大口开水，以此来填满肚子。喝完了水，他便再次上山。最近临近39，他为儿子儿媳多弄些柴火。做晚饭时，儿媳妇愈发的气不顺，想了许久，他故意的多放了一把盐。可是再想想，不如把这份厌恶放到明面上。他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语气。为了一会儿的冲突，他特意烧了一锅开水。果然在吃饭的时候，老爷子就察觉到了不对，一句咸了，儿媳妇就彻底的炸开了锅。他舀起一瓢开水，径直的泼在老刘头上。咸的不是，淡的也不是。他最爱的大儿子就在边上看着父亲狡猾打着摆子。深更半夜，老刘忍着烫伤来到诊所。估计的黑夜之中，只有他自己一人。等医生上完了药，他还是独自返回。可是房门紧锁不说，儿子儿媳还换了锁息。老刘回头一看，自己的行李铺盖就被扔在了地上。忍着剧痛，老刘走了5公里的路。好在大女儿还没睡，他今晚才不至于露宿街头。大女儿要给老爹炒菜，老刘就嫌麻烦，一些剩菜剩饭，他就能吃得极为香甜。而安顿好父亲之后，大姐第一时间就给爹爹打去了电话。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大半夜的把爹赶出来了？说啥了？那腿咋的了？他70多岁能干啥？你说能干啥？你两口子也太不是人了，特别你那个娘们儿也太恶毒了吧！你别管我叫大姐，我不是你大姐，太不像话了！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养就我养，怎么了？简直这个娘们儿太恶毒了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东西也是？你等明天我去找你算账，等着吧你，两口子等着啊！骂完了弟弟，他就去收拾了房间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丈夫就满脸的不情不愿。即便是关着房门，老刘也听见了争吵。他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然后就熄灭了烟袋，背上自己的行李，一瘸一拐的走了出去。70多岁的年纪，可是却没了去处。他只能坐在北风处，孤寂的抽着烟袋，心中或许还在幻想，有个孩子正在寻找自己。天黑之后，老刘无助地敲开了村长的房门，可即便一天水米没打哑，村长还是给他推到了明天。一个破旧的房屋成了他今晚的住处。村长翻箱倒柜，找到了一包开封的泡面，而关灯之后只剩下老刘自己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啃着硌牙的过期面饼，心中百般酸楚，可是却无人诉说。在村长的组织下，这一家人总算坐在了一起。我不养，我把点好处都给他小儿子了，凭什么要我养啊？小儿子确实有些困难，老刘给他打过几次钱，可是如此这般，也成为了儿子儿媳的借口。不过还有外人在场，对着老刘就吼了起来。大女儿忍不下去，便和儿媳妇吵了起来。要不是村长拦着，多半是要动手。而看着这些荒唐的儿女，老刘也被气得浑身哆嗦。我也没说不要了，如果要是养的话，为啥把他行李都给扔出去了？我不是把那个爹给发了，我也不都给挂回去了吗？那也是我要的呀，我不要你能给我吗？当我好欺负啊？这个事情就怨你了，你怎么不是留在养老地？老刘哆嗦了半天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而说来说去，双方再次争吵了起来。争论的焦点就是给小儿子转钱的事。夫妻俩逮住一个话头，就死活都不肯松口。他说20呗，那钱都哪儿了？那没给你啊？给我养活了，给我。那你那地房子哪来的？你盖的房子？就是我不得生活呀。那咋养的？他养儿子不应该的呀。直至村长发慌，才确定了赡养价格。儿子每年1000，女儿每年500，只是双方都不肯让老刘住在家里，他还是没有地方栖身。好在村长心好，给老刘找了个房子。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屋已经荒废了许久，不过再破也好过什么都没有。村长走后，老刘自己收拾了起来。他先给老伙计扛了一些吃的，然后准备做饭。没有水井，他便弄了满满的一锅白雪。只是点火之后，就冒起了浓浓的白烟。老刘赶忙躲到了室外，毕竟屋子里暖和不了多少。一番咳嗽之后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沉默。老刘自制工具清扫起了门前的积雪。一个男人走来，质问他是不是拿了自己家的柴火。他一阵道歉，对方也没有计较。没事，不
什么这还不甜的？你看，好吧，我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？你出血啊，可以帮你出出血吧。哎，那还给你都出血，你看。经历完积蓄，老刘又找对方要了一块塑料布。70岁的年纪，他却爬上了窗台。一番叮叮当当的响声之后，他这才算有了一扇窗户。烟抽完了，可是却犯了烟瘾。他搓树叶，然后一下下的撕扯。仅剩的烟丝和树叶结合，就是为了更长远一些。姑爷找上了门，拿了些土豆和馒头。外孙女叫了声老爷，然后就呆呆地看着老刘。可还没等说上几句话，姑爷就扔下了50块钱。一番呵斥之下，心爱的孙女也转身离去。至此，他又变成了孤家寡人。老刘在河里取水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斜坡，河床上覆盖了一层薄冰，稍有不慎他就掉进河里。可是为了生活，他也没有办法。村长来看了一圈，感觉十分欣慰。老头虽说年纪大了一些，可还算是个干净人。听闻儿子还没给钱，村长气得够呛，只是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却变成了深深的无奈。打麻将呢？看能不能吧？我给他说。回去我们做点活。70多岁的老刘还要冒着寒冬收割玉米，辛苦忙活了一天，老牛却在半路上刹了车。不管他怎么帮忙，牛车都深陷囹圄，就好像他年过70，满满的全是力不从心。东家不像他那般爱惜黄牛，几鞭子就把老牛抽了出来。只是出来之后，老刘便丢了工作。好在东家心善，给了老刘100块钱。失去工作的他便捡起了垃圾，在血泡上攀上攀下，却只为了几分钱的东西。每一次弯腰收拾，身体都会传来酸痛。而听闻老刘在捡垃圾，儿子便赶了过来。说一下这玩意儿，你不讲究人，我还讲究人。家里客人还有什么丢人的？你这孩子媳妇把我撵出来就不讲究丢人。我们都给你钱了吗？你给我1分了吗？你要给我钱，我还能捡破盖了。我到这家有土的钱都没有了。懒得给你说这个，他辛苦了一天，换来了3块7毛钱。老刘正在为了未来发愁，窗户处却走来一人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小儿子。可听闻老刘手上没了钱，小儿子便转身就走。他还是没能留下小儿子，况且老刘也不忍心给他吃这东西。没削皮的土豆，他简单的切了切，然后撒上上一家留下的豆油，简单的润了润锅。虽说这菜没滋没味，但老刘已经别无选择。攒了半个月的钱，老刘买了几块玻璃，一番敲打之下，他们就被装了上去。看着这干净透明的玻璃，老刘心里生出了一丝期待，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。可是突来了一场大病，却让老刘坠入了深渊。他倒出了所有的棒子面，一点都没给自己留，浇上一瓢开水，然后再搅拌搅拌。看着眼前的老伙计，他实在是心中不舍。给我10几年了，给他们聊好的吃，现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也要不喝了。你千万别怪我。700块的价钱，他卖掉了自己的伙计。老刘问买家是买回去干活吗？可人家却劝他别瞎操心，心中有了不好的猜想，可是却又无能为力。只是在他临走前，老刘拿下他的领当，10几年的感情，就算是留下一个念想。没了老牛，这些木柴就要他自己扛。本以为生活会好一点，可半夜却有人打开了房门。谁钱呢？我是不钱了？我哪有钱呢？没钱，那有钱了，给你换钱了。见老刘不肯张嘴，对方便动起了手，一声声脆响传来，是巴掌打老刘的声音。一番撕扯之后，老刘发出了哀嚎，可对方不管不顾，始终都在追问那700块钱的踪迹，直到对方说要动手杀人，老刘这才服软。我这个，我真没钱了。我真没钱了。我钱啊！我给找。我给找。我给你。老刘拿回了帽子，里面却已空空如也，生的信念也在此刻崩塌。
他用姑爷给的50块钱买了一些黄色的纸钱，在父母坟前祭拜。他哭得像个孩子，一辈子的心酸萦绕心头。老刘微微颤抖，在拜了3拜之后，他拿起了自己的镰刀。老刘找到了一棵歪脖子树，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归宿。在抽完最后一袋烟后，老刘解开了自己的绑腿，轻轻一抛，就挂在了树枝上面。他打了一个结，然后测试了一下结实程度。可当一切准备完毕，他整个人都微微颤抖，那无声的呜咽却画出了一抹悲凉。他还是没能走出那一步，可却坚定了离开的心。他找到村诊所，希望能开点安眠药，但是一番说辞下来，大夫却只给了2片。你看，我就开2片，不行。担心踉跄死不了，老刘便开始了积攒，每天都去一趟诊所，每天都拿回2粒。直到半个月后，老刘自备了一桌酒席，白酒苦涩，他赶忙吃了一粒花生，可是花生又炸过了头，隐隐也翻着一丝苦涩，口腔内奇苦无比，可却也没苦过这晚年生活。想想一会儿就要离去，老刘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挖了一块肘子，可是却愣在了半空。曾经最爱的肘子皮，此刻好像也没了以往的期待。肘子入口已经没了印象中的肥美，反而隐约的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悲凉。他倒出药片，紧接用水送服。老刘现在没别的心思，只希望能无痛离开。接包大叔再次上门找老刘来串门，可是不管怎么呼喊，老刘都没有反应。1、2、3，撤了！我硬了呢，我操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我这个，来，1、2，来。老刘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迷茫地看着四周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还在，也不知道小大夫早就看穿了一切。第2天开始，他开出的全都是维生素片。村长找到公益律师上了门，要替老刘打官司，可听闻会给儿子留下案底，老刘却产生了退意。石头片，我不接受了。村长找到老刘，说房主把房子卖了，刚刚稳定下来的老刘又要再次飘摇。好在村长保证会再给他找个房子。老话说得好，好死不赖活着。你有一口气儿就能赖，气儿都没了，你赖谁去？我喝的累呀，我又进来了。你不能这样想，你再看看咱们村有多少还不如你。你这样一想，不就能对付再多活2天了？最后一顿饭，老刘拿回了坟上的白酒，一口白酒，再蘸上一点酱油，辛辣咸鲜不断往复，隐隐却尝出了一番苦涩。年30的白天，村里热闹的不行。老刘拖着自己的行李，奔走在村子里面，爆竹声声，却有着说不清的寂寥。人生入冬，不可能再度逢春。生命在天地旷野回归原始本质，也更清晰地自问为何而活。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想活，可却又不敢死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